美国停止参加欧洲军演，考虑撤走 3.5 万驻德美军。德国火力全开，爆兵100万，1亿欧元强化国防。美乌在沙特开启首轮谈判。库尔斯克乌军全歼俄军100人小队。乌军准备对科赤大桥发起第3次大规模打击，将其彻底摧毁。乌军无人机首次空袭楚瓦西共和国。马斯克坚定否认关闭星链。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特朗普的主导下，美国从欧洲撤出的步伐正在加快。据瑞典快报报道，3月8日，特朗普团队已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停止参与欧洲未来的军事演习。尽管目前白宫还未正式公布这一消息，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从欧洲抽身的迹象已经显而易见。英国《每日电讯报》也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撤走约 3.5 万名驻德美军，并将其重新部署至匈牙利。最开始，外界误以为特朗普的本意只是让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在减少美国对外支出的同时，替代美国军援乌克兰而已。但如今的情况超出了预期，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正在肉眼可见的减退。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战车启动了。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已经公开表示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德国总理舒尔茨称，乌克兰可以依靠德国和欧洲，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未来安全架构计划。后任总理梅尔茨也称，在这个需要考验的时刻，我们与乌克兰同在。目前，德国正在准备一笔9000亿欧元的持续投资，其中5000亿欧元用于升级改造德国的公路、铁路、运输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剩余4000亿欧元将投入军事和军工产业。德国国内的10大巨型企业也因此开启了民转军的转变，其中包括蒂森克虏伯集团，该集团的火炮曾独步天下。2战时德军的古斯塔夫列车炮、88毫米防空炮等均为该公司出品。据悉，克虏伯转产后将定位于电磁炮，43次测试全部成功。德国国防部日前已拨款1.7亿欧，支持该公司的电磁炮小型化。亨舍尔公司曾是全欧洲最大的铁路机车制造商，代表产品虎式战车。毛瑟制造工厂，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轻武器制造商之一，如今虽被并入了莱茵金属，但一直独立经营。梅赛德斯奔驰集团，产业涉及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气工业、服务业，其军工底蕴深厚，如豹式坦克、虎式坦克、BF109 战机的发动机都是奔驰集团的产品。威廉海军造船厂，2战时俾斯麦级战列舰、德国级装甲巡洋舰、优级潜艇等均出自该厂，转产后将定位于驱护舰、潜艇与无人攻击艇。梅塞施密特集团，著名的飞机制造商，曾生产战斗机、运输机、轰炸机等，转产后将定位在航空防卫与太空业务。曼恩欧洲股份公司将定位生产坦克和装甲车。莱茵金属，德国最大的工业集团。BMW 集团将为德国空军提供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与防空系统。大众集团将定位于步兵战车、各种地雷以及步兵装备。此外，德国还开启了刨兵模式，计划在未来几年扩军至50至100万人。德国现在的口号是全力以赴，即全力以赴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成为可以上桌吃饭的人。德国火力全开的同时，西班牙、荷兰昼夜不停地制造舰艇，意大利发出50亿欧元订购1050辆重型步兵战车项目，波兰街头到处是兵工厂招聘夜班工人的广告，时薪28欧包3餐。法国则起封了多家封存的军工厂，就连捷克军工都开始苏醒了。其在炮弹、火炮、防空系统和地面武器系统等方面的订单数量攀升。如今各国都在鼓励并大力投资国防工业，军工已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军备竞赛是一种必然，也将给乌克兰输入更多的援助。回到俄乌动态，美乌首轮谈判将于11日在沙特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发文表示，已确定不参加会议。乌方代表团由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国防部长乌梅洛因和外交部长瑟比加等人组成。在此期间，10日赶赴沙特阿拉伯的泽连斯基将与王储萨尔曼进行会谈。这样的安排很巧妙，确保了乌克兰代表团能够及时将美方立场与要求反馈给泽连斯基。如果会谈进展顺利，双方代表会签署一个矿产协议草案，正式文本的签字将由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到美国与特朗普会晤时签订。对此，《泰晤士报》报道称，泽连斯基与英法两国领导人到美国的目的不仅有矿产协议，还有对乌克兰安全承诺保障以及欧洲版俄乌和谈计划。这3份协议将捆绑在一起。若特朗普依然不愿意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或完全否定欧洲版和平计划，北欧矿产协议同样会被搁置。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3月9日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特朗普政府官员和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以私下向他的助手明确表示，即使乌克兰和美国签署矿产协议，特朗普也不会恢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情报。报告还称，特朗普希望看到泽连斯基对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立场发生变化，并愿意做出让步，如将占领区拱手让给俄罗斯，又或是下台。至于战场消息，乌军全歼俄军100人小队。自阿夫迪夫卡战役之后，俄罗斯人对于钻各类管道就情有独钟。此前在恰索菲尔玩过一次，不过没有成功。这一次在苏贾依旧没有成功。据乌总参谋部证实，俄军趁着美国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的机会，安排了一支超过100人的突击队，试图通过天然气管道潜入乌军控制的苏贾。不过俄军还没出管道口，就被乌军第80空突旅发现。随后俄军被阻击在管道内，进退两难，最终消灭了约80%的人。俄罗斯电台证实了这次战役，还播放了俄军士兵的喊叫：“他们让我们去送死。”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侦察团根据俄军装甲车的动向，确定了俄军一个临时据点的位置，紧接着就出动米格29发射导弹将其摧毁。俄军方面3月9日，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方消息显示，俄军第51空降团夺取了列别捷夫卡，目前正和第106师向卡扎奇亚洛克尼亚推进。俄军第34摩托化步枪旅则夺取了小洛克尼亚。同时，车臣和阿赫马特和俄军第30摩托化步枪团一起动用无人机，开始对真理村和库巴特金村展开攻击。目前，大多数乌军正在向苏贾镇后退，只是过程并不顺利。据乌克兰媒体3月9日报道，俄军不仅开始炸毁通向苏贾镇的各处桥梁，还安排了2个营的朝鲜营在苏贾附近进行阻击。目前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至于撤出库尔斯克一事，这个消息遭到了基辅方面的否认。RBC 乌克兰援引乌总参谋部的报告称，虽然库尔斯克局势确实比较紧张，但乌军没有打算从库尔斯克地区撤出，更没有被包围。乌军正在采取措施稳定局势，并计划进行反击。哈尔科夫方向，乌军使用 FPV 无人机精准投掷弹药，击毁了前线的一个俄军弹药库，引发剧烈的爆炸。同时，据乌军一个旅发言人表示，经过简单训练的俄罗斯新囚犯正在哈尔科夫方向行动。托列茨克方向，据3月9日地理定位录像显示，城内俄军正在节节败退，乌军重新夺回了市中心的阿万哈德体育场，并成功巩固了扎巴尔卡区内的阵地。目前，托列茨克约20%的地区处于乌军控制之下。同时，乌军亚速旅的士兵还沿着克里沃托茨河两岸继续发动进攻，迫使俄军撤退到列奥尼季夫卡和谢尔比尼夫卡的最南端。红军村方向，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军重新夺回了舍甫琴科北部地区。第3巴达旅更是将俄军第15步枪旅从乌达奇涅驱赶出去，目前正围绕1号矿场的通风井建筑物展开战斗。此外，一名作战的乌克兰无人机连指挥官表示，乌军正在打击谢里杜河至前线之间的俄军车辆。俄军方面，一位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一支由8辆俄军装甲车组成的纵队向扎波罗热发起了攻击。同时，据乌克兰军事顾问马绍维茨3月9日的报告显示，俄军第41和第2旅正集结部队，准备重新夺回科特林、皮夏涅、舍甫琴科、斯佩尼夫卡、达琴斯基等地，目前战况未明。克里米亚方向，据英国卫报报道，乌克兰海军司令内茨帕帕透露称，乌军正在准备对克什大桥发起第3次大规模打击，将其彻底摧毁。早些时候，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声称，他会在就职后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这被外界视为打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利器。实际上，在2次大的攻击中，乌军已经给克什大桥造成了破坏。去年的卫星图像就显示，桥体已经出现了变形。至于小范围的空袭，乌克兰就一直没停。如今，克什大桥周围已布满了俄军的防空系统。纵使如此，克什大桥还是因为频繁的空袭而时常关闭交通，俄军的后勤运输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乌军如此执着于摧毁克什大桥，就是在向外界宣示，他们不会放弃克里米亚的归属权。据乌总参谋部报告显示，3月9日，俄军新增损失1180人。有数据显示，在美国暂停军援和情报共享后，俄军在莱曼、库尔斯克、托列茨克等方向的袭击次数比2月同期几乎增加了2倍。但在乌东地区，俄军未能利用美国给的机会取得有效进展。相反，即使没有美国情报支持，乌军仍在对俄罗斯境内发起远程打击。据基辅独立报3月9日报道，俄罗斯楚瓦西共和国州长奥列格·尼古拉耶夫报告，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首府切波克萨雷的一个油库，
这是俄乌全面开战以来，乌军首次对楚瓦西共和国发动无人机袭击。此次遇袭的布韦斯特尼克油库距离乌克兰边境900多公里。尼古拉耶夫州长说，油库正在修复中，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与此同时，据俄电台频道报道称，当地乌军无人机还瞄准了利佩茨克州、罗斯托夫州和梁赞州等地的炼油厂。当地俄军防空系统与来袭的乌军无人机混战在一起，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战报被披露。但目击者称，在炼油厂附近看到了明显的火光。据俄罗斯国防部称，一夜之间，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击落了52架无人机，在利佩茨克州击落了13架，在罗斯托夫州击落了9架，在沃罗涅日州击落了8架，在阿斯特拉罕州击落了3架，在梁赞州、库尔斯克州、克拉绍达尔边疆区各击落了1架。显而易见，这几天乌军的攻击行动已释放了强烈的信号，那就是美国的施压并不会阻止他们战斗的步伐。值得一提的是，据战争研究所报告显示，俄军在库尔斯克行动和胜利与美国暂停情报共享有重大关系。乌方3月8日也披露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调查显示，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目标精准打击，使用了美国 MaxAR 公司提供的分辨率30厘米卫星影像实时坐标定位。其数字化转型部监测到俄军3月7日对扎波罗热能源设施空袭中伊斯坎德尔导弹的落点，与美国 MaxAR 卫星图像中标注的位置完全吻合。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月7日援引2名匿名国防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同乌克兰共享情报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袭击俄军。英国金融时报3月8日也报道称，商业卫星图像供应商 MaxAR 国际部门负责人安德斯·林德表示，MaxAR 的任何商业客户，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都能以合适的方式从 MaxAR 购买的数据并进行共享。幸运的是，乌克兰议会早在3月6日就紧急通过了战略设施保护法修正案，要求军工企业生成实时动态坐标偏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俄军袭击带来的伤害。至于关闭星链一事，马斯克给予了坚定的否认。路透社在2月下旬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写道，如果乌克兰不同意矿产交易，美国就会切断对乌克兰星链的访问，但该报道当时就遭到了马斯克的否认。3月5日时，波兰副总理加夫科夫斯基再度提及此事，称若切断乌克兰对星链的访问，将导致波兰和美国之间的国际危机。对此，马斯克3月9日再次发帖表示，无论多么不同意乌克兰政策，但永远不会关闭乌克兰对星链的访问，不会把星链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马斯克声称，如果没有星链，乌克兰的前线就会崩溃，并表示俄军可以干扰所有其他形式的通信。之后，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回应称，如果 SpaceX 被证明是乌克兰星链卫星互联网的不可靠提供商，波兰将寻求代替供应商。他称，华沙帮助乌克兰维持其对星链的访问，提供了该国21000个终端，每年波兰数字化部都要对乌克兰星链服务支付5000万美元。但西科尔斯基的言论迅速遭到了马斯克和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批评。卢比奥说，西科尔斯基应该说声谢谢，因为如果没有星链，乌克兰早就输掉了这场战争，俄军现在就会在与波兰接壤的边境上。马斯克则在卢比奥的评论中补充道，安静点，小家伙，你支付的成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实关于情报共享，有消息称，乌军已获得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的2颗 PLE-IADES-1AB 光电侦察卫星与3颗 CSO 军事侦察卫星提供的战场数据。不久前，法国防长勒克尔尼在采访中就明确表示，法国的情报部门是完全独立的，不受美国的限制和影响，并已开始取代美国在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勒克尔尼还进一步透露，法国将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应急利息，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95 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他指出，这些资金将促进法国向乌克兰交付155毫米炮弹和 ASM 锤子导弹，这些导弹与原乌的幻象2000兼容。同时，勒克尔尼补充说，法国正在加速向乌克兰转让未指明的旧装甲战车。此外，芬兰5到10颗 ICEYE 卫星的全天候侦察雷达也在为乌军提供数据。这些卫星都配备了 X 波段的 AESA 雷达与合成孔径雷达，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俄军集结、运动以及军事装备转移。据欧亚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计划让美军重返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该基地位于阿富汗中部帕尔旺省，距离该国首都喀布尔仅43公里。美军曾于2001年占据巴格拉姆机场，随后就对该基地进行了升级，修建了大型机库、控制塔等设施。紧接着，美军又于2005年大修了该基地的跑道，使其可以起降 C5 运输机和波音747等飞机。
随着不断的整改扩建，2008年时，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已成为美军在整个中亚地区最大的基地，整体占地面积约13.5平方千米。基地内建有跑道、滑行道、停机坪、机库、弹药库、飞机掩体、办公楼等各项设施。其中主跑道长3600米，宽45米；副跑道长3000米，宽27米；滑行道长3000米，宽20米，能够满足 B-52、B-1B、F-15、F-16、C-5等美军及北约现役各型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以及其他支援保障飞机起降，且驻扎兵力应不少于3000人，具有极强的作战和后勤保障能力。特朗普更是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根据公开数据，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直接军费投入已突破了1亿美元。然而，在2020年，为了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签署了和平协议。按照该协议，美军和北约部队需要在14个月内全面撤离阿富汗。然而，随着塔利班掌权，美军开始仓促撤离，没有及时拆除基础设施，就连军火等补给物资也遗留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随后，塔利班便将其视为战利品，在武装部队的同时，还在对外出售美国装备。据特朗普表示，塔利班正在出售777000支步枪和7万辆装甲卡车和车辆。他曾公开要求塔利班归还这些装备，否则就会削减对阿富汗的财政援助。据防卫博客报道，为摆脱对俄制武器的依赖，乌军正逐步向北约装备过渡。例如其现役主力的 AK 步枪，乌军计划使用布伦2步枪进行替代，目前正在全力发展生产线。初期目标是使用本土制造的零部件，将布伦2步枪的日产量提升400把。据悉，布伦2步枪由捷克研发，去年两国签署了技术转让协议。在设计方面，布伦2步枪高度模块化，可根据任务需求搭配不同的枪支配件，且能够在不需要任何工具下就可完成大部分解和重新组装。同时，这些配件还选用了不可燃材质，不仅能够抵抗冲击和机械损伤，还可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高度的可靠性和耐久性。最关键的是，其还使用 5.56 毫米子弹，且具有可互换零组件的特性，允许在北约武器间进行切换。目前，乌军已装备有数万支北约步枪，其中大部分就来自于捷克。随着乌克兰自行建立生产线，已基本可实现这种小型武器长期的自给自足。此外，除了枪械，乌克兰使用的火炮也在向北约武器过渡。例如，乌克兰先前大多使用的是苏联的122毫米、152毫米火炮，如今已经转变为北约的120毫米、155毫米火炮。据防务博客报道，德国国防部与金牛座公司签约，将对金牛座导弹进行维护升级，使其服役至2045年，合同总价值约1.6亿美元。另据防务快报报道，德国国防部还在考虑采购600枚全新升级版的金牛座 Neo 导弹，其中的预期升级包括用于无 GPS 环境的自动地形参考侦测器等。预计这批导弹价值21亿欧元，如果交易足够顺利，将会从2029年开始进行交付。据防卫博客报道，意大利武器商贝内利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霰弹枪，代号为 M4AI。根据报道，这款霰弹枪主要用于打击各种无人机，主要有以下优点：它采用物理碰撞的方式，能够精准打击50米内甚至距离更远的目标。与利用电子信号干扰使无人机远程失控的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维护方式也更容易的优势。然而，它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它的射程较短，瞄准精度和追击目标的能力也远不如电子干扰的方式。因此，这款霰弹枪将作为前线作战单位，在近距离面对无人机威胁的主要防身武器。而贝内利公司则是认为该武器将成为单兵反无人机的规则改写者。据亚洲防务安全网站报道，印尼海军正在考虑采购意大利海军的退役航母加里波底号。如果这项交易能够敲定，那么加里波底号将会成为印尼海军最大的军舰之一。同时，意大利还可能会向其转交几架 AV8B 猎鹰20战机，以提升印尼海军舰队在物资援助、灾难救援和海上安全等综合效能，而这也符合印尼的最低必要武力现代化战略。其中要求至少要有4艘可搭载直升机的军舰、4艘巡防舰和数艘导弹巡逻艇。
据悉，加里波第号长180米，宽33米，吃水7.5米，飞行甲板上设有滑跃坡道，可按照作战需求容纳多达18架直升机，例如 SH-3D AB212、EH-101直升机等，也可搭载16架 AV-8B 猎鹰2式战机。在动力方面，其配有4台燃气轮机，最高航速30节，在20节的经济航速下，航程超过7000海里，可进行远距离部署任务。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德国大力发展国防是什么态度？是否能重现过去的辉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